你退婚是不是跟此案有关？抽完那一下，盛国公心中的郁气散去了不少，也逐渐冷静，回过神来。他并不看好薛家，如果能因此退婚，另择贵女也是好事。儿子今日退婚，是因我与薛姑娘两心不和，难成佳偶，与旁人无关，父亲不必妄加猜测。你私自退婚，又伤盛国公府的颜面，违背家规，我若不罚你难以服众，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先前要将云珠从族谱除名之事，当时我答应你在你大婚之后办，如今你大婚既已取消，我看此事也就此作罢，你说呢？父亲看来是不明白，这是两件事儿。将云珠从族谱除名，亦是家规，而家规不可违。区区50遍，打吧。孽障，逆子！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再打他一下，你就连我一并打死好了。退婚就退婚了，阿瑶一向信守承诺，若非这婚事当真成不得，他如何会在这个节骨眼退婚？你就是这么当父亲的吗？你有了解过自己的儿子吗？你究竟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上官？即便是他的上官，都没有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动家法的。你要动家法是吧？我们和离，现在就和离。左右阿瑶婚事也没了，你不是在意脸面吗？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脸面。娘，阿娘，别急别急，我没事儿啊，我没事儿。盛君瑶低声的安抚着，急忙侧身扶住他，抬手轻轻地在他颈后按了一下。兰氏眼前一晃，晕了过去。送阿娘回去，给她喂些安神药，好好睡上一觉，明日我再去看她。盛君瑶低声交代。灰嬷嬷担忧地看了盛君瑶一眼，见盛君瑶冲着他点头，只得抱住了兰氏，招呼了一个仆妇过来，将兰氏给背了起来。盛君瑶，你身为国公府世子，未通知长辈私自退婚，肆意妄为，损害国公府颜面，我今日罚你，你可有不服？没有。父亲，退婚也不是大哥一个人的问题，至于用家法吗？无规矩不成方圆，来人，上家法。此时盛君瑶背后的衣服已经跟斑驳的血迹粘在了一起，盛君瑶挺直的脊背却没有动一下。你们在干什么？住手！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让开！我胡闹？盛国公要是当真公正严明，怕什么我胡闹？国公该不会是因为今天退婚的事情打人的吧？他违反家规，我动用家法，这是盛国公府的家事。我再说一遍，让开！盛国公可真是够闲的，一天天的把什么家法放在嘴边。你怎么不跟家法过去？立马给我滚！不然你们刚才打了多少下，我就10倍还给你们。陆洋洋，你放肆！给我换一根金条来！陆洋洋，你要是再敢捣乱，就一起受罚。有本事你打呀！你，来人！洋洋，回去。看来盛国公是还不知道吧？陛下口谕，睦州一案牵扯甚广，盛国公府跟广平侯府的婚事因有所牵连，可酌情延期。也就是说，陛下都说了，这婚事不必那么急。盛国公今天为了退婚的事情要打人，难不成是对陛下有什么不满吗？陆洋洋，你闭嘴！谁允许你这么胡言乱语的？盛国公可真会说笑，这种事我也敢胡言乱语吗？不如盛国公亲自去问问。你！盛国公气得一甩袖，转身朝着门口走去。哼，大哥，走。洋洋，今天多亏了你，下午的事情，若非是你及时赶到，救了薛家老夫人，怕是会有些麻烦。你是发现了什么不对吗？薛家老夫人的疾病，是不是跟薛大姑娘有关？大哥，你怎么猜到的呀？那个节骨眼儿要推迟婚事，守孝是最好的借口，
热笑成亲也不是没有，但是薛家老夫人要是死在婚礼上，传出去到底是不好听。不过我也只是猜测，我其实没想到。盛君瑶轻轻地叹了口气，他其实没想到的，没想到薛婉宁会有这样的心思。我原本就是觉得他去求三殿下这个事对大哥不好，所以想救他的小辫子，让大哥不要被蒙在鼓里。于是我就找了人打听他们家的事，得知他们家老太太得了痴症。这个病我以前见过许多，除非是照顾不好出了意外，不然一时半会儿的不可能死。但我派去盯梢的人却说那老太太今天发了急症，快不行了。我就觉得不对，悄悄溜进去找到那老太太，才发现是有人仗着那老太太糊涂给喂了相克的东西。我若再晚去半个时辰，可能那老太太就没命了。薛婉宁掐着点让人报丧，她心里肯定有鬼，只是我没有证据，毕竟那老太太是真糊涂了。你能发现并且及时救了那薛家老夫人，已经很厉害了。洋洋，谢谢你。我希望大哥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希望洋洋以后都好好的。好了，时候不早了，不用担心我这里，我这儿有人照顾，快回去吧。那大哥你小心伤口，我先走了。谢谢你。谢我什么？就谢谢你帮了大哥，还有，对不起，我以前不该那么对你，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我小时候娘身体不好，父亲也不怎么管我，二哥也不肯带我玩，只有大哥会照顾我。大哥离开京城以后，只有盛云珠会过来找我，我习惯了，所以一时接受不了。对不起，是我没有认真考虑过你的处境，我跟你道歉。你的道歉我接受了，但我也没打算原谅一个并不欢迎我的人。盛君夜看着他的背影，握紧拳头，羞愧地低下了头。怎么不来？不敢来，喝一杯。受了伤喝什么酒啊？阿娟，我早该回来的。你受伤的消息传过去时，我不信。我想回来，连夜跑了3座城，最后还是掉头回去了。因为四周都是号角声，敌族犯境，我不得不回去。后来知你伤势稳定，我却又不能回来了。等到终于回来了，却不敢见你。也不是真有那么多事情做，是怕见到你会忍不住问，害怕吗？都是害怕吗？我害怕过的，怕死，也怕自己真的残废了。这8个多月，每一天我醒来都会忘记，我已经不能走路了，不能像从前一样骑马射箭，也不能像从前一样迈腿走出去，一步都不行。那些时间，出入东宫的医官比什么人都多，每一个都告诉我，不可能了，这里不可能，那里也不可能，哪儿都不可能了。我怀疑我那段时间听过最多的字就是不可能，我的腿不可能好了，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从前所有的抱负都因为这双腿废了。有段时间我杀了很多人，东宫血气冲天，我的眼睛像是看不清颜色了，我却不敢闭上眼。我忍不住一遍一遍地问我自己，是死了好，还是残废了好？你看，明明都不好，我却得逼着自己去接受其中一种。盛君瑶又狠狠地灌了一口酒，走到窗前，仰头看着天空的月光，满目猩红。你确实该早点过来，起码让我说一句，我是害怕的。不过现在已经不怕了，起码我还活着，不是吗？好了，说说吧，去睦州都查到了什么？还有，你与那薛姑娘，今日本该是你的大婚之日。时间仓促，
只查了一部分。整个睦州官署基本上都在欺上瞒下，倒是有个县令留了一手，藏了账本，交给了睦州知府谢征年。我留的人盯着，务必抢在3殿下之前拿到账本。这里是一部分口供，还有我查到的。口供我抄了一部分，给了薛姑娘。睦州的事我原本没打算管，父皇让老三去睦州，不过是借着查案的名义，将老三拉进朝堂。但泱泱说了一件事，提醒了我。泱泱？你跟泱泱什么时候那么熟悉了？他不是只给你针灸吗？他帮我疗伤，我自然照顾他几分。我看他对你颇为亲近，他是……你不知道他的身份？他没跟你说啊？没有。那既然他没说，就是没必要说。你既是要照顾我，往后我不在京城，你也多看顾几分吧。阿阳，泱泱提醒我的事，是怀疑老三会对你不利。我想过，他不可能在京城动手，那唯一能将痕迹完全抹除的，就只有北京。北京的军中人员复杂，说是……你留在京城吧，我来想办法。殿下，我从前不想去边关的，你知道，我自幼并不喜欢舞刀弄枪，但去了边关之后，我从没有一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那不是我答应你的事儿，是我们曾经一遍遍的计算推演过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信你，所以我不会回来。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可是阿瑶，如今到底不比往日，我们的时间终究还是太短了。你若回了北京，我鞭长莫及。我会小心的。如今我已经收拢了北京一半的势力，再给我3年时间，整个北京我必将其收入囊中。如今正是紧要的时候，原本也没打算这个时候回来的，只是没想到母亲病重，我身为人子，终归是放心不下。至于薛家姑娘，今日之事我其实早有预感，我也不是真的那么大度宽容，只是思来想去，这些年我远在边关，未曾尽到过未婚夫的责任。她身为女子，处境终究不易。那日护国寺我就想过，如果她已经心有所属，我可以成全她，总不能让一个姑娘家担了退婚的罪名。若她还是决心嫁进来，我也总要是去边关的，不能带她一同去，终归也还是委屈了她，所以我也愿意多给她一点时间，给彼此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往事已矣，来日方长，不求两情相悦，只求两心同舟。可倒是没想到，他的野心注定与我难以同心。既如此，当断则断。你呀，还是太过信守承诺。我也真好奇，你这样冷静理智的人，若有朝一日你爱上一个女子，会当如何？殿下何故取笑我？身已许国，虽死不悔。殿下，我是来辞行的，若我当真回不来，烦请殿下照顾一下泱泱。她又是孤苦，我只愿她余生自由快活。第二天一大早，陆泱泱正在睡着，就感觉有只手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挠着。啊，你干什么呢？泱泱，你快起来，带我去见盛大哥。大哥？大哥怎么了？哎呀，你快点，我也不知道，我就昨天晚上睡着睡着就有点心神不宁。昨天盛大哥没事吧？大哥被执行了家法，打了10几下，背上都是伤，但他不肯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严重不严重。什么？太过分了！为什么要打盛大哥？谁打的？我找他算账去。哎，虽然我也挺想让你去找他算账的，但不太合适。盛国公打的。离端县主一下子就蔫巴了，他就是着急了，这执行家法还能有谁？太过分了，确实过分。啊，表姑娘，奴才正要给你送东西去呢，世子交代了，一定要亲自送到你手里。大哥呢？世子离京了呀，天没亮就走了，
这会儿可能已经出城了吧？你说什么？离端县主扭头就跑。啊！陆泱泱喊了一声，离端县主也没回头。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滚来一片阴云，不过片刻便下起了大雨。离端县主看着门廊外哗啦啦的暴雨，压抑了一路的情绪突然崩溃，哇的一声哭出来。县主！离端县主先是不可置信，然后霍地抬起头。盛大哥，你真的要离开京城吗？是。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追着你出来的，我去找泱泱，没想到你已经走了，然后我们就追到了这儿。我以为你已经走了，泱泱却让人喂马了。追着我出来的？我已经让人给泱泱留了口信，告诉他我要离京的事情了。你们追出来做什么？你们两个小姑娘若是出京，怎么也得带几个人出来啊！离端县主咬着唇，露出的一只眼睛清灵灵地望着他，只觉得心脏在这个时候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盛大哥，我很喜欢你，非常非常的喜欢你。盛君瑶微愣了一下，大抵是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猝不及防的表白。县主，你还小，大概还分不清楚感情的重量。现在的喜欢跟以后的喜欢也许是不一样的。我这样说你能明白吗？那要是我长大了呢？过几年我长大了，我就可以喜欢你了吗？盛君瑶有些诧异，他也不是真的迟钝，他能感觉到离端县主对他的热切，但是在他的眼中，离端县主跟陆泱泱一样，都还是没有长大的小姑娘。何况他知道，他这一走，怕是难有归期。县主，我很感激你的厚爱，也接受你这份心意，但抱歉，我不能接受这份感情。你会遇到更好的，更适合你的人，那个人不会是我。都还没到以后，你怎么就知道那个不会是你？我只知道更好的人，更合适的人，他们都不是你。我喜欢的是你，不是什么更好更合适的人。我就是告诉你，你现在不接受也没关系，我会等到你接受的那一天。县主，我……盛君瑶一时被他惊住，只是还不等他说什么，离端县主就跑开了。我不要听，我才不会认输。盛君瑶看着他跑开的背影，微愣了片刻，忍不住笑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果真是个小姑娘。大哥，抱歉，我是想去跟你说一声的，但出城还有点其他事情要办，就提前出发了。我让人给你留了口信的，昨夜我去见过殿下，他问我要不要留在京城，这样即便三殿下有心要除掉我，也不可能在京城动手。我拒绝了。泱泱，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之前我总想着亏欠你太多，总是忍不住把你当小孩子看，所以只希望你能快活的生活，不想跟你说那些复杂的事情。是我不好，我与殿下自幼一起长大，一起跟着外祖父读书，一起规划过我们的理想和抱负，规划过我们此生活在世上能够去实现，能够去为天下百姓做的事儿。我去北京，有盛国公府的利益，也有我自己要完成的使命，那是我的理想，是我从去边关第一天就做好的准备。马革裹尸，荡清敌意。若是因为怕死留在京城，那我还是我吗？别担心，我会好好活着的。我还要等着日后看你长大，看你得偿所愿，看你寻得良人，不会那么容易死掉的。大哥，保重，我等你回来。要是不回来，我就去找你，去边关找你。好。陆泱泱回到盛国公府的时候，天色都已经暗了下来。元杏，姑娘饶命，姑娘饶命啊！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你紧张什么？我不是奴婢。陆泱泱看见桌子上他摆弄的那个盒子，不过他隐约记得那个盒子并未上锁，
但是眼前这个盒子却上了锁。这是什么？是早上世子派人送过来的。奴婢就是想帮姑娘收拾一下。哦，好，我知道了。我饿了，你去厨房把我的晚膳拿过来。是。袁姓像是如临大赦，急忙点着头退了出去。嬷嬷，那个早上大哥给我送的东西，盒子上的锁是你锁的？果然被动了吗？姑娘，可还记得上次你考试那天，让袁信特意帮你备了点心，他却慌慌张张不敢给你。那日之后，奴婢察觉到不对，就以他神色疲惫、做事不专注为由，放他几天假。结果他只回去了2日便又回来，依旧是魂不守舍。今日一早世子那边派人来送东西，奴婢将东西收回来，他便一直偷偷摸摸地盯着，奴婢就多了个心，给这匣子扣了把锁。姑娘，奴婢知道你看重袁姓，所以没什么证据的前提下，奴婢也不好多说什么。但姑娘既然撞见，是奴婢找个机会审一审，还是您去找夫人，将她直接放出去？那丫头身体不在姑娘这儿，姑娘怕是得要去找夫人问问。哦，我知道了。母亲，我特意求了许久才求到的这一盒养心丸，我只想让母亲的身体好上一些。我知道母亲现在对我有些想法，可是母亲，我也在你身边待了10多年，我只有盼着母亲好的。母亲就收下吧，好不好？陆泱泱进门的脚步一顿，微微蹙了蹙眉心。表姑娘，泱泱，快进来，我来看看你。我没事儿，就是你大哥走了，我这心里有些难过。母亲，那我就先回去，不打扰你跟泱泱妹妹了。只求母亲看在我一片心意的份上，好好养身体。慧心，去送三姑娘。泱泱，我的身体没事儿的，也不用吃那些。前日里慧心又去仁心堂给我拿了一盒养心丸，我吃那个就很好。真的，这个我不会吃的。陆泱泱将盒子凑到鼻尖闻了闻，闻到好几种他有印象的药味，都是补气血安神的，但隐隐还有点别的，他却分辨不出来。你从仁心堂拿的养心丸呢？蓝氏不明白他想干什么，赶紧转过身，从床头摸出了一个小盒子来。小盒子打开，里面是大半盒的养心丸，个头比青莲罐的养心丸要小上一些。他将药丸凑到鼻尖闻了闻，这个味道就寻常了许多。所以重点就是青莲罐的养心丸里加进去的神秘药引是什么呢？我拿走一个，可以吗？可以，你都拿走吧，我真的不用的。陆泱泱觉得青莲罐这个养心丸有古怪，但是也有可能是他出于医者的习惯想多了。我拿一个就可以了，剩下的你最好先不要吃。哎呀，我不吃，真的。早上你大哥走之前来找过我，说给你重新办好了户籍，他已经找过族老，定下了8月15祭祖的时候，将云珠从族谱上划去。他说，无论你是否需要，这都是该给你的公正。陆泱泱没想到大哥还记得这个事情。他一直留在国公府，是想要找机会彻底的揭开盛云珠的真面目。他要让盛云珠亲口承认，当年是他故意将他们调换的。嬷嬷，袁姓的生气是在你这里吗？袁姓？你院子里那个丫头？奴婢隐约记得，那丫头是前2年进府的，是厨房一个婆子的亲戚，之前一直在厨房做事儿。这府中下人的生气，除了各院主子管着各自院子，其余的都在奴婢这里。按理说，当时将袁姓安排过去，那生气……桂嬷嬷突然止住。按理说，是当时盛云珠借机要走了几个人的生气，其中就有袁姓的，但是后来调到陆泱泱院子里伺候的只有袁姓，盛云珠却一个生气都没有给陆泱泱送过去，摆明了是在欺负陆泱泱不懂府里的规矩。姑娘，奴婢明日一早就去3姑娘那里
将袁姓的生气给姑娘取回来。啊，不用了，只是沈嬷嬷提醒我，随口问一句，我先回去了。袁姓，你过来。袁姓愣了一下，慌张地看了陆泱泱一眼，急忙低下头，跟着陆泱泱进了屋内。陆泱泱盯着袁姓看了一会儿，看得袁姓紧张的冷汗津津，身体都止不住的有些发抖。姑娘，姑娘，对不起，求求你别赶我走，求求你了，别赶我走。不赶你走的话，让你留下继续监视我吗？说吧，你有什么把柄落在盛云珠手上？我袁姓显而易见的慌了，他不敢去看陆泱泱的脸，急忙低下头去，脑子里想到的都是这些日子陆泱泱对他的好，除了娘，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好过。对不起，姑娘，你罚我吧，我真的从未想过要伤害姑娘。姑娘，我罚你能改变什么吗？我还没有蠢到你说你不会伤害我就继续留着你帮盛云珠传递消息的地步。你的身体没问题，说明盛云珠没有给你下什么要命的药，不是关乎性命，那就是你有亲人在他手里捏着。你若是想让我帮你，刚刚你就会开口，你不开口，说明你知道我帮不了你，也不会帮你。这种情况下，我留你何用？你脑子里不要想着不伤害我，但是并不耽误你把你觉得无伤大雅的消息传递给盛云珠，不是吗？你走吧，告诉你的主子，你的任务失败了。姑娘，我求求你留下我吧，我可以帮你做事，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我求求你别赶我走。你的生气在盛云珠那里，我并不是你的主子，你也不是我的人，我留你做什么？陆泱泱说完直接走了。他当然知道现在让袁姓回去，袁姓约摸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被盛云珠拿捏着，不得不做一些事是挺可怜的。他若继续留着袁姓，才是坑了自己又害了袁姓，何必呢？殿下，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我还以为你会先开口问。你说我大哥的事儿啊，虽然我不希望他离开京城，但是他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我相信他能做到。你说的对，前几日你们去护国寺路上遇到刺客的事情，阿瑶委托给了姑帮忙处理。姑这边得到的消息，买通刺客的是那位董公子的姨娘，事发之前已经服毒自杀了，线索到这里断了。有人提前安排好了？是，但有些奇怪，对方对你的行踪似乎很熟悉。姑问过阿瑶，你们去护国寺的事情是临时决定的。陆泱泱皱眉，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想到了盛云珠。殿下，你知道青莲罐的养心丸吗？我听说有奇效，跟普通的养心丸有很大区别，殿下有没有用过？这倒是不曾，从前是不需要，后来也没用得上。青莲罐倒是送了一些到东宫，你想要的话，回头姑让曹晨拿给你。啊，没用过就好。我总觉得有些奇怪，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很奇怪，可能是出于直觉吧。我想试试看能不能破解一下他的药方，我有点好奇那个神秘的药引是什么。青莲罐的养心丸药方姑不清楚，但人心堂的养心丸药方姑倒是可以帮个忙。真的吗？你怕不是忘了之前院正想收你为徒，姑同你说过，他有个小师弟近日刚到人心堂坐诊，当你的师傅倒是正好，只不过那时你忙着太明书院的考试，姑便没有着急安排。如今距离你开学还有段时间，你可以抽空去拜访他。他于药材一道极有天赋，没人比他更清楚人心堂的养心丸药方了。我明天就去。你拿着这个去人心堂找文大夫。谢谢殿下。第二天一大早，陆泱泱用过早膳，就收拾好自己，带着太子给他的信去了人心堂。小姑娘家往前挤什么？看诊要排队。我不是来看诊的，我找文大夫。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就是文大夫。你又不认识我，找我做什么？师傅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你叫我什么？师傅，你是要先收束修？多少钱？您说。进来。好嘞，师傅。说吧，谁让你来的？你来之前没有打听过，我从来不收弟子的吗？你不收弟子啊？殿下说让我找文大夫，还是仁心堂有别的文大夫？你叫什么名字？陆泱泱。你就是陆泱泱？您知道我？哼，如雷贯耳。师兄说没能收你为徒甚是可惜，但太子殿下打了招呼，他也不好再去找你。原来是这样啊！太子殿下可真是周到。文大夫，你要是为难，你可以直说，我回去跟殿下说一声就好了，也不是非得拜师不可。不是，你刚说你出多少束修？师傅，我没钱。我不信。陆泱泱无语。不是，他就是客气一下，他还真收钱啊。师傅，是这样，你说个数，我考虑考虑。你还要考虑？你知不知道，我行医20多年，可从来不收弟子的。为你，我今天可是破了大例的。行医20多年，您说大话不打草稿的吗？请问您今年贵庚？您是从上辈子开始行医的，还是从娘胎里就开始了？没大没小，为师今年30有1，从出生开始就在药铺长大的。你说我行医有没有20多年？那您保养的还挺好。哎，行了，我叫文玉。既然答应了收你为徒，就不会反悔。不过你这束修，我1个月收你10两银子，不过分吧？10两？师傅，不，文大夫，我觉得你需要再考虑考虑收我为徒这事儿。其实我也不是非拜师不可。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开什么玩笑？1个月10两银子，怎么不去抢？太子殿下，这不是给我找了个师傅，是给我找了个活爹吧？亲爹我都想挖个坑给他就地埋了，别说这活爹了。10两，对不起，孝敬不起，再见。哎，别走啊，再商量商量。这样8两。你这丫头，你好歹也是太子殿下推荐来的，你1个月连10两银子都没有。太子殿下也没说拜师还得交钱啊，我以为你就意思意思。呵，5两，真不能再少了。2两，不能再多了。陆泱泱啊，陆泱泱，你现在可真是飘了，你都敢交2两银子1个月的束修了。行。这银子您接了，您可不能反悔了。哎，赚钱不易呀。师傅，您好歹也是这京城第1大药堂的大夫，您就缺这点钱？你懂什么？研究医学都是需要花钱的，这是我最崇拜的人跟我说的。这话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陆泱泱记得姑姑也说过类似的话，难不成这个师傅认识姑姑？师傅，我现在是你的徒弟了是吧？你是不是该教我真本事了？那你跟我说，这仁心堂的养心丸都用了什么药材？这个是仁心堂的，这个是青莲观的吧？师傅，您知道青莲观的养心丸啊？听说过，但是还没见过。我云游四方，刚回京城不久，青莲观的养心丸难得，我还没见过。这药丸有点腥啊。腥？带有腥味的药材有很多种，许多动物、昆虫也可以拿来入药，有腥味并不奇怪。但按照药理来说，养心丸的药方里没有这种药材，所以要么是我才疏学浅，要么是这多出来的2味药材并没有养心安神的作用。丫头，你叫泱泱是吧？泱泱，你且记住，入药贵在精，对症才是最重要的，切记画蛇添足。啊，我明白了。师傅，你是说这青莲观的养心丸是在画蛇添足，对吧？这药丸给我研究一下，你去换身衣服，把你脸上这碍眼的面具给摘了，去前面药堂帮忙抓药。哎，日常药材都认得吧？
陆泱泱歪头看着他，怎么，有什么问题吗？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师傅，你看我这样，要是出去跑堂抓药，你确定不会先把客人给吓跑？去不掉，不过可以养一养。你不怕疼的吧？我怕的呀！然而已经晚了，文玉手上的小刷子已经落到了他的脸上，他就知道，当大夫问你怕不怕疼的时候，那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疼。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几天不见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就像是被抽空了一样？他这些日子跟人学医，每天早出晚归，忙得脚不沾地的，可能药味闻多了，给他冲晕了。这都能晕？好像确实是有股药味。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不是说开学再见的吗？去大佛寺啊！大佛寺的燃灯会1年1次，从8月13到15，总共是3天。我们今天晚上去，正好能赶上放孔明灯，这可是3年1次的哎！我也是刚收到消息，大佛寺前面有一片莲池，每年的燃灯会上，整片莲池上都是灯火，可好看了。真有孔明灯啊！我还以为是假的呢。县主，你可算是办了件好事。上小四，你什么意思啊？你就说我够不够意思吧。够。哼！天色渐渐暗下来，人也越来越多。忽然陆泱泱一回头，刚刚还跟在他身边的盛云娇不见了踪影。娇娇，怎么啦？盛小四呢？刚刚还在，我一转头他就不见了。刚刚在上一个摊子的时候他还在，是杂耍，对，是杂耍。看杂耍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还不到半刻钟的时间，他不会走远。你带着林峰，我们分头找，半个时辰后去大佛寺门口集合。好，可你自己能行吗？林峰带了护卫来的，不然我们先去找人，再让他们一起找。我没事，这样你带着林峰去喊人帮忙，我先找人。这里人多，他就算是被人带走也不会走远的。如果是挤散了，他看不见我们，会留在原地等的。我知道了，你自己小心。此时的杂耍摊还在继续，只不过已经换了人表演。刚刚他记得是2个人，现在是1个人在表演喷火的杂技。谁？陆泱泱猛地转过头，伸手就要按住来人。泱泱，是我。田月，你怎么在这儿？哎，还真是你啊！我跟表哥一起来的，来大佛寺有事要办。我刚在外面帮忙巡逻呢，瞧见黎端了，他说生死不见了，我就赶紧过来找你了。我们刚刚就在这里看杂耍，就一会儿的功夫他就不见了。我跟县主商量好了，分头去找，就是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我觉得这个杂耍摊子不太对劲，等下你配合我，我们想办法探一探他们。不然我叫人过来把他们抓了。哎呀，来不及了，你在这儿帮我拖住他们，我绕到后边去看看他们的箱子，看有没有问题。啊，那有问题你就喊一声啊，我去帮忙。陆泱泱一钻进巷子，就听见了外面传来颜悦大声喝彩的声音。好，赏！再来一个，小爷出10两。好家伙，原来是靠钱砸呀！颜悦，拦住他们，他们是人贩子！颜悦立即收起了刚刚那副财大气粗吊儿郎当的样子，一脚就踢翻了那个到他跟前等赏钱的杂耍班男人手中的盘子。陆泱泱将剩下的几个箱子的锁给拽掉，挨个打开之后，果然发现还有2个箱子里面有人。泱泱，过来。殿下，刚刚这个杂耍班子是人贩子，他们还有同伙，你快点让人守住各边出口，我怀疑他们不只拐了这几个人。你先上来。殿下，去哪儿啊？娇娇还在这儿呢，还有县主，我得先去找他，他现在找人去了。裴寂，安排一下，让人守住附近的出口，路过的箱子一律严查，还有出入寺内的人也要查一遍，再让人去找那几个孩子的父母。是。那殿下你先走，我跟县主约了，等会儿在大佛寺门口见。姑已经让他去大佛寺里等你了，你上来。颜悦，你跟圣寺姑娘也一起上来，先回大佛寺。啊，来了。第2天一大早，
黎端县主拉着陆泱泱跟盛云娇去寺院的食堂吃素斋，路过前殿后边的时候，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喂，小师傅，这一大早的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贵人恕罪，这些是附近的村民，往日里也经常来这里上香的。这昨夜夜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有好几家的丢了孩子，非说要我们给个说法，可我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请贵人谅解，请贵人谅解。行了行了，报官了吗？一早就已经报官了，等官府的人还没来，多亏了这些侍卫大哥帮忙。这些该死的人贩子简直丧尽天良！昨晚的人贩子肯定不止那一拨人。姑娘，哎呀，姑娘啊，姑娘，你还记得我吗？啊，那天你去我们家，还给我们家三娘看过病呢，是我们家狗蛋给你带的路。那个，我们家狗蛋不见了呀，姑娘，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姑娘。哎呀，姑娘啊，姑娘，我求求你帮帮我们吧啊！我们家三娘伤了身子，我就狗蛋这一个孙子了呀！我求求你啊，我求求你！大娘，你先别哭，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狗蛋是什么时候走丢的？在哪里走丢的？昨天大佛寺这边放花灯，这附近十里八村的都赶来凑热闹，狗蛋也想来，我呀寻思着不安全，不肯让他出来。最后是村里几个年长的小伙子说，保准带着他们好好的，全都给带回来，我才同意了呀。可我这一直在家等到半夜呀，才等到两家孩子回来说狗蛋跟大毛二毛都不见了，他们找了半夜也没找着人，还以为是他们先回来了，可这分明是没回来呀！我们就赶紧出来找了一整晚呢，哪儿还找得着啊？我们就听说这昨夜呀，大佛寺里来了贵人，指望着能帮帮我们。这狗蛋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没法活了呀。昨天晚上丢的，你们有人去报官了吗？早上有人过去了，可是还没到衙门开门的时候。姑娘啊，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了呀。洋洋，你说拐走这些孩子的会是昨晚那几个吗？不好说，我去找殿下问一问，殿下应该已经收到消息了。大娘，你们先在这儿等着官府的人来，跟他们说一下情况。昨天我们正好抓住了几个人贩子，现在我就去帮忙问一问，看看他们是不是一伙儿的，说不定还能来得及把人找回来。您去跟那些村民们说一声，千万别闹事，我们一定尽力帮你把孩子找回来。好，姑娘，我信你，你是个好人，拜托你了呀。殿下，能麻烦您帮忙问一问，昨晚抓到的那些人贩子有同伙吗？洋洋，昨晚那几个人不是冲着拐卖孩子来的，是冲着你来的。拐走盛云娇啊，原本是想引你入瓮，没想到你反应那么快，他们还没来得及把盛云娇这个诱饵抛出来，你就找到了他。其他几个孩子只是遮人耳目用的。所以那伙人是知道要直接拐走我有难度，所以先拐走娇娇，再趁着我去找娇娇落单的时候动手。没想到我会直接怀疑那个杂耍班，所以还没有来得及部署。而多出来的那几个孩子，就是以防万一被发现，干脆直接伪装成人贩子。陆泱泱脑子里飞快地复盘着昨晚的事情，对他有所了解，其手段如此迂回，陆泱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盛云珠。他们有供出来是谁指使的他们吗？昨晚其他孩子失踪的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指使他们的人是一个叫程书的
日常帮着京城的青楼挑选人，这几个杂耍班是外地人士，惯来流窜作案，拐到孩子以后就通过渠道卖给青楼。他们领头的那个人跟程叔认识，原本过去找程叔是想趁着大佛寺的节日干一票，结果程叔给他们开了大价钱，要他们按照计策来把你拐走。顾左野拿到口供之后，就让人去捉那位程叔了。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至于其他孩子被拐的事情，暂时跟他们还没有更多的联系。顾已经吩咐人去官府，让他们抓紧时间盘查了。如果真有关系，等提审过那位梁叔之后，兴许能有线索。给青楼选人的，那不就是龟公吗？看来缺德事儿一点没少干。太子轻咳了一声，有些不太好意思跟陆泱泱说这些。殿下，昨天要不是你帮忙，肯定没有办法把这些人的真实目的给揪出来。若你没有及时把人抓住，顾也帮不上这个忙。你去告诉那些村民，顾会让官府尽力督办此案。如果人手不够，就从军营调拨人手过来帮忙，务必将那些被拐走的孩子找到。待会儿等他们将那个程叔带过来，顾让人审过之后，再告诉你。殿下，我觉得那些村民的孩子被拐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之前去找县主的时候，无意间去了村里一户人家，听说那附近经常有丢孩子的。当时我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现在想想就觉得有些不同寻常。我有点怀疑，那些之前丢的孩子跟昨晚丢的可能有关联，很可能就是同一拨人干的。不过我只是猜测，我就觉得有些不同寻常。我从前去乡下待着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村里人少，警惕性也重，一般有这种事情发生以后都会格外注意外来人口，没那么容易动手的。但是村里的孩子还是在陆续丢失，而且至今没有破案，会不会是他们背后有一个什么完整的团伙之类的？拐卖之事虽常有发生，但若照你所说，这就不是小案子，轻击重地，竟有人如此猖狂。这附近的县令是怎么做事的？裴进，让人将县令带过来。等一下，让他将最近几年的失踪案的卷宗一并带过来。是，殿下，那个程叔带到了，带下去审。殿下，我能一起去看审讯吗？那边一起去吧。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可告诉你们啊，我可是良民，你们这样是犯法的。犯法？看清楚了，那几个人认识吧？昨夜，你指使他们拐卖圣国公府嫡女，这个罪名，我现在就能把你交到大理寺，按罪论处。我不认识。认识吗？程叔疼得面部扭曲，身体本能的想要挣扎，但是被人死死的摁着，完全没有挣扎的可能。认识。是你买通他们，意图绑架陆姑娘，是吗？是。有人让你这么做的，是吗？不是。指使你的人是谁？是。突然间意识到不妙的程叔像是回忆起什么，蓦地瞪大了眼睛，几乎是出于一种决然的猛地闭上眼，冲着自己的舌尖咬去，想要咬舌自杀。指使你的人是谁？没人指使。3、2。我说是青莲观。青莲观何人指使你？我不知道。是个小道姑，每次找我给我钱让我送新鲜货过去，剩下的就留在春芳楼里。我寻常都在外边找人，像这个杂耍班这种四处带一些过来，但有时候那边催得紧，就从附近村里拐一件。说，你们是不是在附近的村镇上拐走了很多孩子？从多久之前开始的？一共拐走多少人？从3年前开始，一共
我真的不知道，不记得了。每个月都要4、5个，最少也得给2个，幼童最好，一个50两银子。最近越来越不好弄人了。好在听说睦州那边水灾，我使了人过去，那些灾民都不要钱，随便给几个饼子都能换一个。畜生！说，青莲观跟你接头给你钱的那个小道姑是谁？他让幼童做什么？昨天晚上大佛寺灯饰上丢的那些孩子，是不是你们管走的？人在哪里？你要是不说，我今天就把你全身的骨头一块一块都给你捏碎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拿我的小儿子威胁我，我不得不听他们的话。我干这一行前几10年都没能留下个后，那是我唯一的儿子。